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如果只看开场选秀部分，很多人会觉得甄嬛、眉庄和安陵容三人中，甄嬛的攻击性是最强的。如果看过本剧的前半部分，尤其是眉庄对华妃恨之入骨、不除不快的片段，大家又会认为眉庄的攻击性也不弱。然而，将这部剧全部看完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三人之中，攻击性最强、最可怕的其实是安陵容。眉庄的攻击性体现在你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你。落水事件、假孕事件，让眉庄看清了皇上对她的冷漠和华妃想要置她于死地的狠绝。因此，在后期，眉庄对皇上报以同样的冷漠，对华妃也力求赶尽杀绝。甄嬛的攻击性是：你伤害我、妨碍我、威胁我，我就让你死，不管你是谁。跋扈如华妃如何？老谋深算如皇后如何？贵为天子又如何？践踏了甄嬛底线的他们，最后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眉庄和甄嬛虽然也很不好惹，但他们对他人的攻击至少有迹可循。像眉庄，最知恩图报，只要不是对他起坏心的人，眉庄从来不会去主动为难。想规避甄嬛的攻击性也很简单，搞清楚他最在意的核心利益，不随便动他的奶酪，甄嬛也不会滥杀无辜。相比之下，安陵容的攻击性最让人害怕。剧中有这样一幕，安陵容在碎玉轩和甄嬛纯儿聊天，纯儿在谈到皇上的寝衣的时候，无意中伤害了安陵容。安陵容默默回到宫中，泪流满面。这时，当初甄嬛拨给她的小丫头菊青，关切地问小主儿怎么了，还给她端了一杯茶。安陵容则回给她一巴掌，把茶杯打翻在地。安陵容的这一巴掌，不仅说明了她的攻击性强，同时也说明她发泄情绪的时候非常容易牵连无辜。结合这件事儿，再看她往昔的很多做法，都有此类倾向。明明是自己那个薄情寡义、不争气的爹惹了祸，她转而怪眉庄没做到舍己救人。明明是皇上不拿她当回事儿，让她站在养心殿门口苦等，她却对甄嬛怀恨在心。每次看到类似场景的时候，胖妮都会禁不住想，你有话为什么不明说？别人对你不好，你怎么不反抗呢？就算安陵容惧怕皇上，不敢对皇上的亏待有所记恨，那纯贵人呢？皇上寝衣事件，纯儿显然是不知道皇上换下去的那件衣服是安陵容做的。就算退1万步，他知道是故意使坏。安陵容也大可当面把问题说明白，直接告诉他，寝衣出自我手，也是用心做的。你这样说，我很不开心。相信这个话说出去了，虽然当时大家尴尬，但是借由此事，安陵容也能在与纯儿相处的时候划定自己的行为底线，使人不敢轻易践踏。更重要的是，怨恨、委屈等负面情绪一旦出现，是永远不会通过当事人的刻意压制而减少和消失的。压抑的时间久了，反弹的力量会更恐怖，甚至造成本人的性格扭曲。安陵容压抑负面情绪，再发泄给他人的这种方式，很像心理学上讲到的踢猫效应。陷入到踢猫效应怪圈的人，人格会非常不稳定。他不但会把从强者那里得来的不良情绪无端发泄给弱者，还容易把长期压制他、欺辱他的人给他带来的仇恨、愤怒发泄给那些对他态度稍好的人。像安陵容这样的人，胖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他。我也懂，从入宫初时，他所面对的世界和甄嬛、眉庄面对的世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但是你要让我和他做朋友，我应该是不会的。相比于安陵容母女受到父亲苛待，他还觉得理所当然，为了那个娶了几房姨太太的糊涂爹，哭到上气不接下气去求眉庄。胖妮更爱知否钟明兰那句霸气的，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薄待而怨恨，也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冷漠而生疏。我觉得女儿做到这份上，你也该满意了。相比于安陵容初次侍寝被抬回去后对甄嬛和眉庄说的两位姐姐还有以后，我没有了，胖妮更喜欢《如懿传》中海兰遭受同样待遇的时候，在黑夜里默默流下的那滴泪，以及流泪过后对皇上的心思，对如懿给予的真情的加倍珍惜。人这辈子啊，给予外界的善是有限的，要给那些值得的人。偶尔流露出恶也是必然的，要对准目标，
别伤及无辜，更别压抑逃避。只要做到是非分明，敢爱敢恨，即便命和运不济，也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本事建立起真挚的情感关系，像明兰和海兰一样，活得通透，使人尊敬。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